我不明白。被害人朱红被王博和雷小坤从落差30多米的山崖推下去，这案子有目击、有物证、有证述，铁证如山。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接这个案子。被害人朱红的尸体没有找到，不对吧？是不是因为被害人朱红的老婆是严秋？我知道你和他当初……不管当初怎样，现在这个案子就是缺少被害人尸体。难道说？ 是因为朱红的老丈人严培旭和邝北平是兵团战友，所以你想借这次机会办案就是办案，这跟你我和邝北平的恩怨不是一回事儿。那你坚持要给王博、雷小坤辩护，总不能只是因为朱红这一条人命吧？人命，我说了，朱红不一定是遇害了，他只是落水了。认为对所管理的债券基金加杠杆的决定。 是取得了申请人，也就是基金托管人的指示和许可。这案子为什么不让乔律师来？咱们这边没什么证据，赢的希望很渺茫。难怪这么大的案子派给我，原来是为了保住乔律的不败金身啊！所要想继续发展，有些表面功夫还是有必要做的。对，我们就是要精心打造出乔律的不败金身，多方运作成金港10家律所。还有洪律师这样的核心业务骨干。我是核心业务骨干，那乔律算什么？是打手。曹总。 我的客户说你的手下还有几个在他们门口晃悠的，几个意思啊？谁的人在那边？不是说过不许再往姓刘的拆迁户他们家门口派人了吗？都他妈给我滚过来！知道吗？这么点小事儿，您打个电话不就得了，还亲自跑一趟？哎，小吕，别让我开庭。 曹海的辩护人，你在辩护意见里说，作为这起抢劫案中被害人与被告人双方唯一的成年人，曹海却不应当承担任何刑事责任。我是说，他在这起共同实施的抢劫犯罪行为中不具备任何地位，他既不是主犯，也不是从犯，更不是胁从犯。在案发当日，4名被告人在曹海家楼下对2名被害人实施抢劫，其中。 有1名被告人认识曹海，也知道曹海家就在楼上。他喊了2声，曹海听到之后下楼。他跟这1名被告人在一旁抽了根烟，聊了会儿天就离开了。本案4名未成年的被告人均指认曹海未参与实施抢劫。曹海的辩护人，那按你的说法，出现在抢劫案发现场的曹海是什么性质？他。 就是路过。注意法庭秩序。谢谢。得罪哈，我这完全是属于胡搅蛮缠。都是工作，能理解。毕竟。 被告人的家属在场，乔律，牛啊！没错，我儿子就是路过。你说法院是不是应该当庭放了他？你的手下去威胁我客户的时候，为什么每次都带3、4个人啊？你也知道人多唬人是吧？曹海已经快20岁了，身高1.8米几，在2名被抢劫的孩子眼中，他戳在那儿就是站脚助威的成年人，还当庭释放，缓刑你都别做梦。哎，等等，您刚刚不是说他就是个路过吗？ 我是在努力争取，让曹海不要在一起全是未成年人实施的抢劫案中，作为唯一的成年人被判的最重，仅此而已。还有你要清楚啊，曹海是个成年人，抢劫是暴力犯罪，是重罪。我要是能为他争取到1年的实刑，你就烧高香去吧你。我先走了，赶时间。别让你的手下再去骚扰我的客户，有时间在家多管管儿子，还笑得出来。
给我方造成巨额的损失。本质上是被申请人由于过度追求收益而不顾操作权限，向撒旦下注而导致的结果。咱们还有什么可说的？根据我方与被申请人签署的基金托管合同，该损失应由申请人详仓公司。人家律师可不怂，眼看没辙了啊！我方申请之前乔律不是看过这案子吗？你要不要问问他？这时候想起你师傅的好了。违规的增加概念操作。马律啊，现在办个案子都这么拼的吗？碰瓷儿算敲诈勒索，你知道吧？你带领那个女孩根本就没有说实话，我当事人根本就没有性骚扰她，你们后续拿不到任何的证据，这案子你赢不了。不重要，就像我之前说的，你们同意和解，我们就撤诉。哎，这案子你们铁定会输，我当事人凭什么跟你们和解？你这么有信心会赢，你找我谈什么呀？申请人认为你们超权限操作，这部分你们有什么解释？这个，只要诉讼持续下去，你的当事人就会不断地出现在舆论热点上。他过去的成就、现在的职称以及未来的前途全都玩完了，几年之内绝翻不了身。被申请人这一方的操作并没有越权，而是得到了客户及申请人，也就是基金托管人的临时指示的。等到诉讼结束之后，再过个3、5年，也许公众会逐渐遗忘这件事。你的当事人可以小心翼翼地在学术界探头，但是已经晚了。他的黄金上升期已经结束了，想要的位置呢被同龄人占了，那些奋起直追的后辈会挤压他在圈内最后剩下的一点生存空间。在合同上清楚地注明了客户是2个人，梁中先生和他的夫人李静女士。基金管理人的杠杆行为是李静女士把指示通过托管人传达过来的，这部分仲裁庭可以调取他们的联系记录。你们现在赔钱和解，尽快的让事件平息，是唯一的选择。被申请人在得到授权的情况下，也可以调取这部分记录，作为证据出示。你的当事人是个惯犯，在圈内被他骚扰和侵犯的女性不止1个。没错，我的当事人在事件描述上也许会有些偏差和夸张，但骚扰行为，哪怕仅仅是言语骚扰，那是一定发生过的。否则，我的当事人不可能选择第2天直接报警。咱们都是律师，凡事得讲证据。没错，咱们都是律师。律师就有责任让当事人接受对他有利的处理方式和结果，更何况，总得有人让他付出代价。我当事人也许在行为上是有些不检点，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多少有点冤。300万，一个子儿都不能少。马律师，让他赔了这个钱，以后至少他在想要去骚扰那些年轻弱势的女性的时候，他能想到这7位数。我不相信他会在道德上自省，但也许价格能让他放老实些。说。哎，少廷，可以呀。对方主动要求和解了。哎，你是怎么知道李静给过基金托管人加杠杆的指示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跟基金托管人的经理有一腿。如果这件事情败露的话，对于他们整个家族来说，这都是个大丑闻。而且基金托管人这边也会失去他们最重要的客户。你是从哪儿打听到的？你先别问我这个。王博、雷小坤的案子，我让邹亮去查朱红他们家财务状况的事儿，你怎么会知道啊？啊，东子告诉我的。他担心你对这个案子执念太重，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薛东，他又怎么知道的？
你那个老同学不是在金港银行吗？金副所是金港银行常年的法律顾问。那薛东知道了，邝北平肯定就知道了。不能吧？东子虽然是金副所的，但跟咱们毕竟这么多年兄弟。他在金副所，就是邝北平的人。主任，您多虑了。张正这次去律协参选，无非就是想表个姿态，让大家觉得他们德智所有能力跟咱们一较高下。至于什么石家律所啊，或是韩松阁的儿子，在竞选过程当中根本起不到什么助力。6年前德智所主任换选，张正投了自己一票，当时我也以为他只是想表个姿态，结果就是现在他作为德智所主任的身份，公开跟我上对台了。不过也许你说的对，毕竟你和张正、乔少廷是同一个宿舍出来的，可能你更了解他们。要我说，张正没那个魄力，不管是当初还是现在，真正敢对您亮刀子的，只有乔少廷。真正有资格上华山论剑的，可不是那种对谁都敢亮刀子的小儿科。所以，主任，德智所有个致命的弱点。你的意思是，只要摆平了乔少廷，就能摆平张正？我只是想说，张正和少廷恐怕不完全是一条心。你和他们也不是一条心吧？嗯。当然了，主任，在学校那会儿，这俩还忙着到处抄论文呢，我已经拿到双学位了。层次不同，玩不到一块儿去。来，这香精、色素加自来水的破玩意儿，咱都喝了多少年了？你怎么不喝呀？上回咱俩见面，我喝了半杯，闹了一宿肚子，已经过了肛肠铁胃的岁数了。那你还买？你还让我喝？照顾一下人家生意嘛。你照顾人家生意那么些年了，人家老板也没把闺女嫁给你啊。不过你可小心点啊，邝北平有可能要照顾你们的生意的。怎么讲？不怎么讲，就是看在老同学的情分上，给你提个醒。是因为我去律协参选的事儿？不好讲。也许冲你，也许冲少廷。哎，有没有什么建议啊？退选，管好你的狗。不是2选1。那我2个都不选。还有，少廷不是狗，是我兄弟。你要真拿他当兄弟，你自己去咬人啊！走了。主任，这些都是乔少廷正在经手的案子。你们自己看一看，同样是我带出来的，为什么只有乔少廷是石家律师？
哎呦，乔律师，百忙之中抽空过来呀？演出结束了，那我进去跟阿祖打个招呼。孩子睡午觉呢。哎，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刑庭的时间真的是赶不了，我这紧赶慢赶的，好不容易到这了，这儿没车位，然后我绕了一大半。我理解。离婚协议拟好了吗？这个事儿咱们能不能再谈谈？那婚姻又不是过家家，接了离，离了接的。婚姻不是过家家这种话呀，我转送给你。你一天到晚的也见不着人，我本来就是丧偶式育儿啊，离了有什么区别啊？哎，你这话说的什么叫丧偶式育儿啊？那我忙归忙，我不管多晚，你不管多晚回来，都会到阿祖的床边给他掖被子，然后把你买的那些零食、玩具放到他床头，对吗？对呀。但是咱儿子睡了，他感觉不到你啊。你让手下买的那些昂贵的东西啊，代替不了阿祖需要的父爱，那只能感动你自己，那是你需要的，我们需要陪伴。也许你说的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可以。就像今天这样，我相信你一定是百忙之中抽空过来的，我真的相信。可是演出就是结束了，你就是做不到，对吧？咱们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就约定好了，如果过不下去，就分道扬镳，别勉强。我知道这些年你兼顾孩子和工作。兼顾孩子和工作这种事情，我从来就做不到。不是你凭什么就天然的觉得我能兼顾孩子和工作呢？或者你觉得我就应该兼顾啊？啊？你我的一天都是24个小时，轻重缓急的全在取舍，我做取舍了，你也做了。行了，这几年我看你每天风尘仆仆，一脸疲惫的回来。说实话，老乔，我真的挺心疼的。自从6年前你做了德智所的合伙人，你的事业就踏上了高速轨道，你停不下来了，而且你身不由己。你的心意我明白，你只是做不到而已嘛。以前的乔少廷也许可以，现在的乔律师做不到。赶紧接电话吧，离婚协议拟好了发我。哎，马律师，怎么了？小玉，方便说话吗？怎么着？你当事人妥协了？不需要谈了，我当事人已经解除了委托，他换律师了。换律师为什么？是因为你劝他？我还没来得及劝呢。他直接就把我给炒了。他换什么律师了？目前还不清楚，但是就当事人自己说，他新换的这位律师肯定不会跟你们和解，一定会把官司打到底。今天又搞了什么？陶律，温馨下午茶，心情瞬间满格。心情不好都被你看出来了，谢谢。小绿，张正说，仲裁休庭后，你拉着对方律师一顿猛唠，对方同意和解了。对方同意和解没错，但恐怕不是因为我会聊天。想当初你还是实习律师的时候，跟着我去看守所会见，连问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了。我说你这进步的速度能不能放慢一点啊？不然的话，这间办公室很快就不归我了。瞧你说的，要真想要独立办公室的时候，我会来找你商量如何涂抹韩律师意见。也是，反正韩律师不怎么来，干脆把他赶走。找我什么事儿？刘先生电话打到我这儿，说拆迁公司那个姓曹的带人。姓曹的抽什么风啊？他倒霉儿子。他儿子的案子
曹总和咱们解除委托了。我今天刚给他开完庭啊。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曹总是派人直接来所里解除的委托，他们也说庭都开过了，所以代理费不用退。我知道了。贸易出口银行那案子明天要开庭，你帮我整理一下材料，准备好出庭来。小李，这案子让我去吧。我是说可以在委托律师一栏加上我的名字，反正口行的案子也就是走个过场。我是看你最近有些疲惫。你不是一直想做王博、李小坤那案子吗？那是个99%会输的案子，不是我想要，是主任想把那案子从你手上拿走。还是师徒亲啊，眼瞅着就把我给卖了。主任，我这话说的可不亏心啊。你不亏心，是我有点伤心。我先去整理材料。大忙人，一块儿吃个饭啊。从那会儿到现在，不就个调料吗？搞得比出庭还正式。人啊，总得有点执念。我的执念，也就是这碗调料而已。啥意思啊？你是说我的执念风险太高呢，还是代价太大呀？吃肉，吃肉。少廷，这黄北平针对咱们所也不是1天2天了。王博、李小坤这案子背后肯定有他的干预，再加上我要在旅协跟他竞争这会长，他心里肯定膈应。你就别在这个节骨眼上火上浇油了。你就没想过，也许这是个机会？啥机会？让咱们所3天的机会？一个拉仇恨的好机会。这所本来就是咱们俩从他手上抢过来的，这仇恨早就拉满了。如果这一次我来出头，黄北平会不会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我一个人？你以为你是什么呀？大侠吗？你以为金港是你一个人的江湖？你可以仗剑冲出去，把所有不该惹的大佬全惹一个遍，然后甩下一句“祸不及合伙人”，我们就都安全啦。看来宏图说那话吧，确实不亏心。是你想让我把这案子交出去？不只是想。哎，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在宿舍里我们涮肉啊？调料不可口，宁可有肉不吃。那次我没让你失望，我答应过你能吃上这口，我说到做到。6年前我也没让你失望，我答应过你能坐上主任的位置，我说到做到。今天我也不会让你失望，这个案子我不会输。咱们的顾问单位金港银行说是
昨天晚上死了一位中管，好像是下班之后在办公场所之外的地方，因为吸毒过量。吸毒过量。金港银行的中管还吸毒过量。呵呵。死的那个人和乔少廷有什么关系啊？你怎么会认为这事儿跟乔少廷有关系啊？那要不然他一大早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少廷，好久不见呢！你要来找我，提前跟我联系吗？赶紧走。王博、李小坤那案子，我不做了。我今天就把案子交出去。你在说什么呢？手上其他的案子，我也会转出去。我赶紧走。我可以退货。明明是冲着我来的，能不能不要再为难那些当事人？你做不做什么案子，或者说，你做不做合伙人，这都跟我毫不相干啊。但是，有些话是不能乱讲的。我可以离开德智所。大宝贝儿乔少廷雄赳赳气昂昂的来认怂了，那这是好事啊！好什么好？乔少廷脑子进水了，他这认怂吗？他这是在挑事儿，他就差手持逮捕证了，他在这儿开什么玩笑啊？啊！我没说过吗？惹怒了老头子，咱们谁都没好果子吃，对吗？周亮，昨晚上你做什么去了？我问你的。你是乔少廷？是我。邹亮你认识吧？我知道，昨天晚上我先打了120，然后报了警。派出所的同志给我做过笔录。笔录我们看过了，现在有些情况需要你进一步配合调查，请跟我们回队里一趟。你们刑侦呢？我可以配合你们，但是现在不行，我得去开庭。你们留个联系方式，等到我完事儿之后，我会过去找你们。看什么？没什么可看的，赶紧工作。我都说了，你们是怀疑是我杀的邹亮？带走。不错，我们誓约了昨天晚上见面，他给我发的信息。他的手机肯定你们都查过了，应该都看到了吧？你们俩是老同学？对，从小学到高中都在一起。那你们关系怎么样？挺好的。真的挺好的？来，看看这个。干嘛你？开那么快干什么？差点撞到我！妈，怎么了？
说多少遍了，事儿办完之前别给我打电话。你火气这么大干嘛呀？怎么说我们也是发小是吧？再说，是我在帮你办。是你有脸跟我说你帮我啊？我要的东西呢？2礼拜了。快了，就这几天，到时候再给你个惊喜。那你现在叫我过来干嘛呀？我给你。天天闲的没事吗？我跟你在这玩。你们为什么发生争执？他管我借钱。什么钱？0920，提讯。向右转，去步走。王博、雷小坤那个案子我们看了，你是嫌疑人的辩护律师，你为什么要让邹亮帮你调查被害人家属的银行单据？我是觉得，或者说，你为什么要让他帮你伪造被害人家属的银行单据？你们2个准备见面的那天晚上，这些单据都在邹亮的车上，我们查过了，全部都是伪造的。我想问你再借点钱，但不白借啊！我说了会给你惊喜。邹亮，你干什么了？我不刚给你20万吗？我钱都用完了。不是我还债了？是不是又？没有，真没有。没救了你。陈小天，我知道你从小就看不起我，但毕竟我们认识了20多年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我当律师那么多年了，有3种人不可信：嗑药的、耍钱的、好色的。你现在是废人3项冠军，我信你？我傻呀？是我给邹亮钱，让他伪造银行单据，甚至想方设法去篡改银行网络内部的数据。可是他都替我把事儿办完了，我为什么还要杀他呢？我没有从小就看不起你。那个时候我看到严秋望着你的眼神，我甚至会很嫉妒。你等等，我真就是因为那天下午在停车场，我推了他这么一把。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们俩从小到大，最起码想要互杀对方800回了。乔律师，我们对你进行羁押调查，不是靠推测，我们是有证据的。证据？什么证据？监控视频拍到我到邹亮车里把他给杀了。这倒没有，他停车的地方正好是监控的盲区，但是在他车里到处都有你的指纹，包括他注射毒品的针管上，这你怎么解释？他瘫在那儿了呀，我得看他能不能救啊！邹亮到底是怎么死的？这个我们会查，你先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我没有杀邹亮，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充电宝有吗？我充过电。有的。之前没见过你，你所里新招来的吗？怎么称呼？我叫肖珍。
您是怎么知道？欢迎欢迎。哦，是所里让你来接我的吗？不是，我刚入职没有多久，因为我接手了少廷，你真出来了？是取保候审还是？我是清白的，解除强制措施，是不是很失望啊？嘿，我还真不是一般的失望，我还打算能给您做辩护律师呢。你的价钱我付不起，能力我不认可，为人我信不过，免了吧。你这张嘴呀，哎，我今天真在向阳路这边办事儿来着，本来就是打算去看守所接你。接我？就我现在这寒碜样，你是想来刷优越感的吧？在法大宿舍那会儿，你多寒碜的样，我没见过呀。这会儿有急事吗？中午一块吃个饭。我刚出来不到5分钟，我任何一件事都比跟你吃饭重要。乔少廷出来了。应该是被排除嫌疑了。我就相信少廷他肯定没杀人，他能这会儿出来是好事儿。恐怕邝主任不这么想。我到咱们所工作后，您的案子都由我来接手，包括今天要开庭的明月阁酒楼损赔案、一间公司建筑工程纠纷案，还有输购集团的商事仲裁。我被羁押当天，那个要开庭的贸易出口银行贷款纠纷，那个案子后来怎么样了？法院好像按照原告没到庭，自动撤诉处理了。不过事务所应该做了一些弥补工作。王博和雷小坤的案子，一审判了死刑，2个人还都没上诉。看守所里头消息没那么闭塞。你刚才说不是所里的人派你来接我的？张主任跟我说您今天出来，我就主动申请来接您了。谢了。你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明月阁那案子。您一直是我仰慕的前辈，很多人和我说，要是能和您学习的话，是能够成为好律师的。你看看这个能成为好律师导师的律师，刚从什么地方出来呀？跟你说这样的话的人，你确定他不是在嘲讽我啊？他进去这件事不见得和主任有关系，就算有，他在里头待了这些天，主任出了气，他也得到了教训，应该是皆大欢喜才对。那既然都了结了，薛律师还在担心什么？我担心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有水吗？哦，有。麻烦你师傅，在不超速的情况下，把车速开到最快，谢了。要纸吗？进来。薛律师，肖律师到了。1小时之后，老地方。不好意思，肖律师，让你久等了。坐。简历给您。肖律师的工作经历还是挺丰富的啊，但是我看你做专职律师还不到半年呢。
是的。为什么想来我们这儿？因为在金港，金富和德智算得上最顶尖的律所，我想大部分求职的律师都会想来这儿吧。也对。就像你说的，不是还有德智吗？为什么先选我们这儿？简历我都有投，是咱们所先让我来面试的。我喜欢你的诚实，还有耿直。肖律师，我问句题外话，你觉得全金港最优秀的律师是谁呀？乔兆廷啊。你应聘全金港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你有什么样的优势能够说服我同意你入职？因为，在你心中，全金港最优秀的律师甚至不是我们所的哦。虽然最优秀的律师不在这儿，但是金富无论从人员配置、业务水平、社会资源等等各个方面都是最好的律所。可我们这里没有乔兆廷哦，你要不要再去德智那边了解一下？明白了，谢谢薛律师。太有个性，干不了我们这一行哦。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坐。薛律师，有句话呢，不知道当不当讲。说。如果你们愿意拿出一个合伙人的位置作为奖励，5年之内，全金港最好的律师一定是咱们金富所的。你对自己就这么有信心吗？也不一定是我，也许是薛律师您呢。但总之，不会还是乔少廷。有点意思。都已经弄好了。我这布置样本间的功夫，手上的案子赶紧弄。案子也已经弄完了，这有个案子马上要开庭了，赶紧准备。最近的庭应该是今天上午，对方提了管辖异议，那就准备答辩啊。您手里拿的就是我写的答辩状，请您过目。行，我知道了，我会看的。出去吧。之前没怎么见过你，你所里新招来的吗？怎么称呼？我叫肖珍。乔律师，您回来了。哎呀，兄弟，你可算是出来了。对不住啊，
我上午在律协有个会，后来肖律提出来了，正好他不是接收你的案子。我身上很脏。咱兄弟俩还在意这个呀？哎，你就直接过来了，没回家看看？我过来看看状况。这段时间肯定发生了不少事儿。哎，不急这一半天的，着什么急啊？王伯雷、小坤的案子，我听说现在是宏图在办。啊，对，宏图办的，我觉得还挺尽心的。你还不知道吧？王伯雷、小坤没再提出上诉，说白了，这结果他俩也认。他俩可能是觉得，就算不认，也没有翻案的希望。少廷，不是我说你，非要去招惹邝北平，弄成现在这样，我怎么惹他了？你别给我装傻。就是被害人朱红的岳父，你让邹亮去调查财务状况那个严培旭，他是邝北平在兵团的战友，这事儿你明明知道啊。现在呢，莫名其妙的损失了一个邹亮，你自己也被羁押调查，好不容易出来了，就别再耿耿于怀了，让这事儿翻篇吧，好不好？那案子该走死刑复核了。说，钱到底还不还？没钱，没钱，我没钱。你让宏图把那案卷给我看看，回头你让他把卷放到我办公室。你都撞了南墙了，还不死心？你还不知道，你被羁押之后，你的律师执业证被扣了。上个月咱们所要年检，咱们是合伙所，你不在就缺合伙人，就审不过。我跟韩律师商量，就把宏图补充成合伙人，所以那就说那个办公室现在是洪律师的办公室。先这么安排，你东西都没动，全在那屋呢。等有时间了，咱们再重新规划一下所里的布局。没事儿，我反正也不怎么用那个屋，而且本来我就打算从咱们所退伙的。你什么意思啊？公安抓走我那天早上，我见过邝北平。我可以离开德智所。对，也许你说的对，该翻篇了。最近你不在，外面发生很多事儿，确实我有点手忙脚乱，有些权宜之计你别往心里头去。这么多年兄弟，我不会亏待你。趁这段时间好好回家陪陪老婆孩子，好吗？行，我先捯饬捯饬，回头再聊。谢了，兄弟。哦，对了。贸易出口银行那案子后来，那天你没有按时出庭，合议庭也是不开面，就给按自动撤诉处理了。那诉讼费得扣一半吧？我记得那案子的标的是18个亿，诉讼费好像交了900多万，904万1800。因为你那天的意外，导致客户损失了450万左右的诉讼费。那咱们的职业责任保险够赔的吗？赔上了，但是上限是200万。剩下的呢？当然所里赔上了，还真能让人家找咱们所要无限连带责任呢。不过后来，这案子韩律师接了，办得还不错，客户很满意，也给咱打了折，最后所里只赔了200万。给大家添麻烦了，因为接受调查，我的银行卡被临时冻结了。等到解冻之后，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把钱都交还给所里。少卿，你为什么总是这么见外，不着急？进。主任，明月阁的案子我现在就去开庭了。哦，哎对，乔律师，你们都自我介绍过了吧？咱们所的王牌，金港律师的标杆，以后你就多跟着他做学。嗯。
乔律师啊，你要没地儿去，上屋里待会儿。哦，谢了，我还有事儿。乔律师，打扰您一下，我现在要去给闽悦阁酒楼开庭。这个案子我接手之后，我仔细的看了案卷，也和客户沟通过了，应该没什么太复杂的情况。不知道您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叮嘱我的？你看着挺年轻的，拿红本多久了？半年多了，出过几次庭7次，5次民庭，1次刑庭，还有1次劳动仲裁。单独出庭几次2次都是民庭。这案子确实不复杂。哦，对了，洪律师手上办那刑案，你参与了吗？没有，好像那个案子已经到死刑复核阶段了。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和您一起办案子。行，等有机会了吧。咱们这边收费都是计时的。当时我知道您临时有情况，把车扔掉了好些天。这样，就按最低20一天算您。您把这些天的停车费啊给结一下。你看我身上没那么多现金，微信、支付宝都行。我这在线支付宝的银行卡被暂时冻结了，你再容我几天。这么多车在等着，你先放我出去吗？我这也没办法呀。你先不好意思，忘给您交停车费了，多少钱？不是你，咱们这边一共740，扫这个码就行。其实3点钟才开庭，时间还早，您不用刻意送我，我坐地铁过去也是可以的。你刚才也不必帮我，谢谢你的好意。都是事务所的同事，我就是帮您垫一下，您不会不还我了吧？哎，唐叔，我出来了，我要不要回家一趟呢？今天是谁接阿祖呢？哦，我就是特别的想看看他。我明白，我明白。那咱们就还是老地方，晚上见。好。你刚说什么？啊？怕我不还你钱是吧？哼，开个玩笑。像你这样的所里的公资律师，税后到手的工资应该也就是5、6千块钱吧？嗯。你住家里呢，还是在外边租房呢？我和一个朋友合租。那是1个月的房租大概是2000块钱，所里的交通通讯补助1个月是300块钱，700块钱说垫就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你就是到法院吗？向阳法院旁边有个麦当劳，您知道吗？知道。时间还早，我去那儿买杯咖啡。麦当劳的咖啡。嗯。挺好。喂，小李啊，我是……哎，乔哥，这阵子联系不上你，没出什么事儿吧？哦，不好意思啊，我这前段时间发生了一点小状况，就是我这门打不开了，这怎么回事啊？嗨，您那不是该交这个季度房租了吗？房东和我们一直联系不上你，这房东有点不高兴，就把锁给换了。行，我知道了。
你应该带了有些年限吧？对，差不多5年零3个月。那先生，您今天发票带了吗？发票？这个表是当时在婚礼上我拿钻戒跟我老婆换的，他没给我发票。那估计您不会绝当了，我估计您很快就会把它赎回去。对，就是周转一下，很快。这个表的原价在3万5，那根据您目前的这个成色、这个状况啊，我给您3折。肖律师，你还在麦当劳吗？路边等着我，我这就到。来740，谢了。裘律师，您不必这样。欠个1天半天的是钱，欠时间长了就是人情了。我不喜欢欠人情。现在还有时间吗？聊聊闽月阁的案子。好。原告葛平是咱们委托人闽月阁酒楼聘用的洗碗工，下班后在自家酒楼门口被自家的采购车撞成了重伤。我记得葛平伤都挺重的。对，光肋骨就中断了19根。根据对方庭前提交的伤残鉴定呢，葛平已经构成了8级伤残。伤残鉴定符合标准吗？轻度智力缺损和智力障碍，活动能力受限，右耳重度听觉障碍，骨盆倾斜，脊柱损伤致颈部活动角度部分丧失，任何一项不够。他们自家的货车在自己经营的场所撞伤了自己的员工，这既是交通事故，也属于工伤，涉及竞合问题吗？对方没提，是按照损害赔偿诉的咱们。肖律师，我能不能旁听一下？求之不得。少廷，你还不如跟我一起中饭呢。你上这儿干嘛来了？我来观摩学习啊。什么大案子值得咱们乔大律师亲自旁听啊？你们认识？肖律师，之前来我们所应聘过。这么优秀的年轻律师，竟然没有得到你们所的留用？乔律师吧？哎呦，我今天见到偶像了！我是薛律师的助理，我叫高维，现在还是实习律师，一直久仰您的大名，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能见到您本人。您本人看上去还真是更什么？干咱们这一行的，祸从口出，慎言哦。少廷，我发小的那个考了资格证书就到所里来实习，我就带他呗。别解释。会打圆场，还挺招人疼的。听说你被海港公安拘留调查了很长时间，怎么回事啊？你跟着我那会儿，我是怎么教你的？做刑事案件代理，务必要小心谨慎。你呀，就是学不会守规矩。我之前说了，那案子我可以不要了，我甚至可以退伙离开德之所。那你还来法院干什么？年轻人做人不要太虚伪。主任，看来曾院长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选派实习律师到法院。
从事审判辅助工作的计划。别的不说啊，这么做确实有利于增加法官和律师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从长远上来看，也能给律师创造出更好的职业环境。这件事儿，目前还只是停留在嘴上说说而已。真想有实质性的推动，还要等我在律协说了算才行。您只要一出山，这一届的律协竞选，那还不就是走走过场？那可不好说。张正在诉讼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影响力不可小觑。乔少廷刚才那模样你也看见了，随便一出手，都是他们这个层面不够看。你是在暗示乔少廷被公安调查，是我在背后操纵他？当然不是，主任。少廷办案一向爱出格，这是他自找的。乔少廷，公安是把他放了，可他闹出这么大事儿，他这个律师还能继续干下去吗？这件事部里局里可以不管，但律协也没有办法。律协作为一个律师行业的自律组织，他们应该起到主导作用。你看下笔录，先在这儿签个字儿。你怎么跟这儿呢？不上去？说吧，什么事儿？没有，没事。我这人真挺没劲的，对吧？总是伤害了身边的人还不自知。你在里面是不是遭挺多罪的？我看他们连家人都不让探视。哪儿那么夸张啊？那是看守所，又不是渣滓洞。你老是这样，报喜不报忧，好面子死扛。我现在洗心革面了，你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我，特通透。没看我都没陪你喝酒吗？什么意思？我其实呢就不喜欢喝酒，之前陪你喝酒呢是为了让你开心。我现在想想，完全没必要这样做啊！我就是不喜欢喝酒，我为什么还要陪你喝呀？那你一直都可以明说啊。好面子死扛呗。哎呀，不扛了，真的觉得有点累了。离婚协议签好了吗？没带。我是觉得啊，你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们离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多虑了。离婚这事儿是我出事之前我们就商量好的，不算你落井下石。明白。你的文件在看守所的时候寄到家里的，以后你跟你身边那些人都说一下，像这样的文件不要再往我那儿寄了。离婚协议我签好了呢，会寄到你事务所啊。你有功夫就多来看看阿祖。你今天见着乔少廷啦？这人怎么样？帅不帅？
我见到那个版本呢，有点落魄，70分吧。不过梳洗打扮之后，有65分。我看你回来就闷闷不乐的，还以为这人见光死不及格呢。哎，我今天啊，和他最亲密的接触，是他请我吃了个这么大的肉饼。啊，友情提示啊，肉的好吃。左边这个。人还是很 nice 的，就是有点丧。冷淡风，我喜欢。他今天旁听我开了个庭，不过当着他的面啊，把案子办砸了。我这个案子是不是算办砸了？该说的都说了，能做的也都做了。可是我居然漏看了事故车辆的基本信息。乔律师既然知道，为什么没有提醒我一下？我没想到你会漏看啊，也就是说，我以为在案情上你不会有什么失误的。是证据本身就有瑕疵，还是你出错了？都有。证据本身有硬伤，他也说了，无论我有没有疏忽，证据的硬伤都对抗不了。被告全安保险公司对刚才闽悦阁餐饮有限公司确认的赔偿金额有异议吗？经公司调查，我们发现，该事故车辆，也就是车牌为港 GN9935的厢型小货车，应于去年的8月份验车。依照保险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以及投保书和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全安公司对于闽悦阁餐饮有限公司应承担赔付的金额不予理赔。恕我直言啊，赵律师，我们这个行业啊，要求每一个从业人员都必须实现精密、严谨、高效的逻辑闭环。客户对我们出钱购买的是容错率为0的法律技术支持，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失误，事后去向客户寻求谅解。是的，你看看我，就是最典型的反面参照。但是现在还是有办法解决的。那乔大律师就没像人生导师那样指点指点你？不过今天我似乎知道了，如果这个案子换做他会怎么做？不过这次客户应该察觉不出来你会有什么失误。为什么你觉得客户察觉不出来？是按肇事车辆逾期未检，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一旦涉及到保险赔付，就一定会被拿出来抗辩。如果肇事车辆未年检和这个案子的事故发生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那么我可以主张保险公司的免赔条款是显示公平的。我不认为合议庭会对一个合法的民事协议所确立的法律关系进行拆分，并介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这种抗辩很难成立。那我们还可以起诉保险公司，要求其履行理赔义务。如果一个案子的审理是要以另一个案子结果为前提的话，那么这个案子程序是可以被终止的。不管结果如何，客户会知道我们穷尽手段了。话倒是没错。您觉得我不该这么想吗？没什么该不该。你是在维护委托人的权益。您觉得我是在绞速、浪费审判资源？我们都非常了解被害人的情况，被害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呢，我们也都很清楚。我就是希望葛平能够尽快拿到剩余的赔付，不要再在法律和文字游戏当中去耽误救治。还要咖啡？喝点别的。白兰地。老样子，不加冰。你可真行，当着太太的面故意不喝，把人气跑了，跑到这儿来一个人喝闷酒。任何一个在看守所待了这么久的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权利。为了见太太，特意剪发、洗漱，还换了身衣裳。
那没准我是怕衣冠不整被这家店给轰出去呢。老板结账。嗯。李太太来之前，你衣服的袖子是挽上去的。她进来的时候，你又把它放下来。你是怕她看见你手上没有戴结婚时她送你的那块表。其实你很在意的。她也在乎我。除了她和我爹，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几个在乎我的人了。别这么悲观。我也很在乎你。还有咱们德智所的全体同仁，都挺在乎我。你出事当天，我想请人斡旋一下。张正特意给我打电话，叫我和我父亲不要干预。关和我认识张正的主意，他大概是怕我耽误他竞选地区会长。恐怕他担心的不是这个，他是怕你出来以后继续干更多出格的事情。所以你看，还是我更在乎你一些。王伯雷小分那个案子，被害人周红的尸体还没找到，我让周亮帮我去查周红他们家的财产情况。周亮居然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了。光北平不会放过我的，也不会放过张正，还有我们所。你是没睡啊，还是醒了？一个朱红不知道死没死的问，一个邹亮不知道怎么死的，你让我怎么睡？我刚刚得到消息，估计几个小时后也会正式通知你。律协接到投诉，说你通过邹亮违法调取银行单据，侵害他人隐私，你的执业证被暂扣了。律协会对你进行听证。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意外？